风水知识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。风水本是自然之物，正如春夏秋冬、白天黑夜、地利、磁场、风雨雪雾等均对生物生灵有重要的影响。这种选择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，通风、采光、舒适、安全、有益健康，专门研究居住环境与营建布局之间关系的学科即是风水学。风水学最初是作为帝王的御用术，起源于朴素的唯物主义，但作为一门学说，其中有一些是上千年的经验积累，有其科学依据，还有一些是现代科学程度仍无法解答的疑点。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去伪存真，去粗取精。住宅风水历来都受到极大的重视，因为在风水上，住宅关乎到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兴衰。人的一生中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房屋里度过的，住宅本身环境的好坏，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好坏。风水师不懂设计，设计师难懂风水，这样使得许多房屋不伦不类，只认标新立异，不讲风水。这也是我要说一下风水在设计中的应用的原因。下面我就讲讲怎样把风水知识应用到室内设计中去。一、五行在家居里的应用。五行与色彩，五行与形体，五行与方位。金白色金色银色金圆形金西方。木绿色木长方形木东方。水黑色蓝色水曲线水北方。火红色火三角形火南方。土黄色土正方形土四季。在室内设计中，不论哪一种风格都不可能脱离以上三种分类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熟悉地掌握了五行本身的生、克、制、化关系，同时也就掌握了以上三种分类，我们可以把风水理论大胆地运用在任何一种设计风格里。风水学在室内设计中，除能满足人们要求的功能学、环境学、磁场学、色彩学以外，还可以满足一个作品的美学需要。二、通过方位的挪移、植物的摆放、色泽的选择、家具的布局，达到因地制宜、依形就势、扬长避短的效果，从而形成独特的居住的智慧与艺术。整合外部的形、势、声、光、电，调整人体内部的机理，以达到最佳组合。住宅重精气神，气是重中之重。我们看看怎样把风水知识应用到室内设计中。宅气不是指房屋的新旧程度，而是指氛围，由装修格局、颜色搭配、家具摆放、字画照片、植物饰品等构成。一、大门。大门是气口，属内外气流动的必经之地，是与外界联系的咽喉和屏障，要因势利导，因环境、地域、大气环流等因素而定。三要门，主房、灶。六是门、路、灶、井、坑、侧。四选择：一前朱雀，南门；二左青龙，三右白虎，四后玄武，北门。门要配路形，玄武水北方，南方朱雀，火。开一，前方为明堂、绿荫、平地、水池、停车场。开二，以路为水，地气由高，多向低，少进行。大门前有街，走廊的右路长等于来水，左路短等于去水。开左门收节地气，称青龙门收气。三、同上，但左路长右路短。破解方法：内置屏风。穿心键，大门正对走廊或通道，廊长于室内近身或最大。财流，大门对楼梯向下流逝，向上放大叶植物引财。电梯吸气，电梯正对大门犯冲。破解方法：屏风、花丛、圆润、大型绿植。入门宜三件：见红喜庆，壁纸装饰；见绿舒爽，植物；见画涵养，舒展的色彩相宜有情趣的字画。入门宜三不见：开门见灶，火气冲人；开门见侧，晦气袭人；开门见镜，镜为反射，好坏均反。大门两大忌讳：一、横梁压门，压抑不安全感；二、拱形门，四墓碑，类阴宅。大门的颜色、尺寸。颜色与主人的五行配，尺寸与房子成比例。宜心门旁宜放水、水种植物及插花等。二、玄关，
玄关在佛教中被称为入道之门。据心理学分析，第一印象产生于前7秒。玄关是从大门进入客厅的缓冲区域，让运动的进入者静气敛神，保家人隐私。避讳：尖角冲射，门口正对附近建筑物的转角或尖角。暗箭伤凶，正对的大路或街巷成一条直线。斜路直冲，住宅位低，承受大路从高位直扑的巨大压力。门直通，大门与房门或阳台门相通，人受扰，风过硬。破解方法：做玄关。空间小的可选用玻璃屏风做间隔。玄关宜通透、适中、明亮、整洁。天花板宜高不宜低，色宜轻不宜重，灯宜方圆即3角。墙壁间隔应下实上虚，以通透而不漏最佳。色深浅适中，上浅下深，平滑畅通，避凹凸阻滞。地板宜平整际滑，色深或中浅边深，避尖角图案及木纹冲门，要斜向屋内。事物不与户主属性相冲。6位属鸡马。镜子不正对大门，天花不用镜片砌成，头脚颠倒。客厅迎宾待客的交际场所。色彩搭配：物品朝向与位置、字画张挂、装潢摆设、灯饰安装、地毯铺垫、组合柜排列、天花装饰、窗台通道与房门的开启等，很有讲究。颜色：窗向为方向。正东木，宜黄土；正南火，宜白金；正西金，宜绿木；正北水，宜红火；东南宜黄，西南宜蓝，西北宜绿，东北宜蓝。五行中相克为财，大家可以考虑这点色彩运用，以达到旺财的目的。客厅尖角梁柱的化解。用木柜填平尖角，高低柜均可。放一高大浓密的植物在尖角。尖角放鱼缸。幕墙遮盖，并挂山水画，以山镇角。掏空中间，设一弧形多层木花台，放小植物，设灯罩。直为柱，横为梁，应遮掩。横梁压顶，如受胯下之辱，受压制，大忌。破解：墙柱等于书柜、酒柜、陈列柜遮掩。独柱等于与墙不远的可做与墙连的板、矮柜、挂画、花草。离墙远的可以柱为界，一边地毯，一边石材。或一高一低。或柱中部向上四周做花槽，环柱置花，柱壁置灯补光。楼梯承上启下，理想位置靠墙而立，即至市中心。梯下可放植物、储物柜，不宜做餐厅、厨房、卧室。宜用木质，少用石材与金属。沙发即一套半或方圆2组并用，背靠水，鱼缸，顶上有梁，顶上有直，设灯罩，令情绪紧张，头晕目眩，坐卧不宁。镜照后脑，精神不宁，可在侧面，正对大门对冲。应背靠石墙，无后顾之忧。如宫廷椅，背有理石，文为隐山。摆放宜弯不宜直，纳水纳气，兴旺。茶几沙发主高山，茶几边矮一水。茶几高不过作者膝盖，即带尖角的菱形茶几。组合柜与沙发形成高为山低为水，不可全低，有水无山。破柜上挂山水画，或上方墙上置半圆、椭圆形板摆饰物。鱼缸应在柜靠窗一面。柜顶与屋顶相差2尺为宜，便于空气流通，缓冲回旋。四画中的漏白灵活自如，不阻滞。若柜顶至屋顶，要下重上轻。养鱼数量：五行属相浅色，白、深色、红、黑。水子亥16，火巳午72，木寅卯38，金申酉94，土丑辰未数510。字画吉祥。山主人丁水主财，马、船等头阴向屋内。虎的画像不宜摆放在家中。沙发上挂阴横不应直，相辅相成。意境萧条的不宜。
影响人的情绪。8. 地毯，沙发前放入屋前草地、宅前明堂，色宜缤纷，寓意吉祥。4. 卧室，人的一生1/3时光在卧室度过，应考虑位置、通风、采光。房门不宜与卫生间、厨房门相对，防水气、晦气等异味扩散，环境必潮湿、噪音。床略高于膝盖，床头不靠门，南北朝向，顺和地磁引力，血液循环系统中主动脉和大静脉的朝向，人易入眠，睡觉质量高。床头不可朝西，地球由东向西自转，血冲头，不安稳。床头宜时靠墙。横梁压床，空调机挂枕头上方，床正上方悬吊灯，有压抑感，有损身心健康。床不对劲，夜半易被惊吓，不安宁。儿童床头以东及东南位属木较好，立身高和健康。西部、北部平静，南急躁，东北粗心，西南胆小拘束，西北早熟。墙尽可能不用玻璃、金属、锂石等，易于墙体呼吸。色柔和，避免悬挂能反射的东西和刀剑凶器及神位。光线不要太强。5. 书房，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背后有靠，不受干扰。案头放富贵竹、丹枝类水种植物，利于启迪智慧、乐水。桌前明堂要宽广，对窗易纳气，思路敏捷，外观养眼，但不要对旗杆、电杆、烟囱等，如有可用重量的镇止化解。门不对厨房、厕所，被水火冲。桌上应无衡量物。家具色应深、明亮、厚重、质朴，利于思考。书桌不宜面对或背靠卫生间的墙壁。6. 厨房与餐厅，厨房不宜向南，南属火，火相加，不吉，且向南食物易腐。东南属木，与水、火能共处，失禁。炉灶不可正对大门，有损女主人健康，开门见灶，钱财多耗。炉灶不可正对卧室门，油烟熏冲，脾气暴躁。炉灶不可正对厕所门，不洁之地。厕所代表水，与厨房、火不容。厨房、厕所不可同门，不卫生，不科学。厨房地面不可高于厅房地面，易污水倒流。主次颠倒，凤石应步步高。阳台走道不可正对火炉，长廊压火，主不聚财，易患高血压。火炉不可正对冰箱、水槽，冰箱等于储藏，性属水，怕火攻，耗电。灶台上不宜有横梁，抽油烟机和灶具之间不可开窗，漏财。灶台背后不可无靠，要实墙，不空虚。安全，通过横竖线的选择、色泽的搭配、光源的增添，增大厨房的空间感。应尽量避免死角、积灰藏虫。灯具造型尽量简洁，便于擦洗。要安全插座。灶具需避水、避风、门窗。厨房如有地方的话，应放些喜阴的植物以调节。餐厅应创造整洁、优雅、能诱导食欲的环境。照明上宜选择造型雅致、灯光柔和的餐灯。色调上选用素雅，如灰色与白色。植物台布之类选用条纹或活泼的、富有乡土气息的图案。装饰上挂食品、花卉、静物摄影。注意保持空气流通及清洁卫生。餐桌忌三角形和菱形，尖利易伤人，可圆形或方形。尽可能不用大理石和玻璃质地的，冰冷、坚硬、易滑，易吸收人体能量。餐桌不宜被大门、厕所直冲，不宜有门路、通道直冲，似置身在漩涡中，饮食不安。7. 卫生间，厨房属孤阳燥火，卫生间属独阴浊水，两者合为一体，存于宅心，不但不能组成阴阳和合，反而成火水相冲局面，双重不利。宅中如人的心脏，中心受污，不仅有碍观瞻，且晦气极易对流到其他房间。是气闷在室内，易滋生细菌，人易得病。卫生间门不能直对大门、走廊和厨房门。卫生间要保持干燥、通风。
卫生间多采用属金的白色及属水的黑色和蓝色，使人安宁静闲。卫生间基本不暴露于自然光中，地面多采用大理石、花岗岩等。家居尽可能不用带静电的淋浴帘，以免对气能产生负面的影响。8. 窗户。窗户是住户既希望与外界保持适度的距离，获得独立性与安全感，又希望与外界连接在一起，达到和谐统一的纽带。窗形直长形属木形，向上的速度感，进步蓬勃发展的气氛。正方或横长方形属土形，安定稳重，平稳踏实的气氛。圆形或拱形属金形，使外立面有凝聚吸引力，团结气氛。圆形、拱形适合卧室、玄关和客厅，方形、长形适合餐厅、书房。尖或三角形属火形，罕见、尖锐，具杀伤力而不利。家中窗户过多、过大时，可用百叶窗或窗帘弥补。窗户若正对医院或尖锐的屋角、不洁之物，且距离甚近，则应装木质的百叶窗，防止煞气进入，并尽量少开。布窗帘有助睡眠和阻挡外界的不良影响。如果背向窗而坐或头向窗而睡，易神经紧张，不利。解挂厚实的窗帘，减少不利影响。9. 阳台吉祥物。诗诗，阳刚之气可镇宅，主对室外气势压过本宅、大银行、办公大楼或阴气重的庙宇、医院、殡仪馆、坟场。狮头向外。同归，以柔克刚，逢凶化吉，主对御天斩煞，两楼之间狭缝如刀劈血光之灾，大路直冲，尖角冲射，锯齿建筑、反公路等。龟头相对，是龟面对属火的建筑物，烟囱、红色高楼、油库等。麒麟、鹿头、龙身、牛尾、马蹄。人寿，重礼守信。秋子，一对。石鹰，周围都是高楼林立，陷入困局，压抑感。鹰头向外，振翅高飞，生肖属鸡的不宜放鹰。其实，好的风水规划要峦头和理气相结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里就不介绍了。峦头的确定和催旺避煞物品的摆设，以空间一物一太极，少而精为好，主要是找到吉位催旺即可，避开煞位化解即可，不要太过于形式化，过于复杂，反而适得其反。好的风水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要潜化于无形，将设计元素巧妙应用，达到形化于神，达到和风汇水聚气的目的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无论房屋选址还是家庭装修，配饰摆放都应遵循一个原则：安全、舒适、有益、健康。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分析、平衡，取其最佳之策。